点儿，风接向南偏了，烟熏罐向右荡，压住侧面的风路。明白，严哥，绳子放下去了，烟已经到位了。爸妈，你们拿命换来的银杏草，我终于把防风膏配成了。靠，又输了，这什么猪队友？喂，齐言，你死在上面了吗？都过去2个小时了，还没完事儿。黑风攻击性太强，这块牙密太大了，我必须慢慢切，否则会坏品相。我管你什么理由，客户催着要呢，少给我磨洋工，赶紧割完滚下来，别耽误老子晚上约会，听见没有？要不是看在你还能替我爸赚钱的份上，早把你赶走。你们趴在我身上吸了这么多年的血，这笔账快到清算的时候了。再等等，就快了。呸！割个蜜磨叽了2小时，就弄下来这么点儿，真是废物！耀祖哥，这可是山崖上的野生杜鹃蜜，严哥冒着生命危险爬上100米峭壁才割到这一篓，品相是顶级的。怎么，这齐家采蜜队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打杂的说话？齐言，我和我爸去镇上交货，你和大牛把这些烂绳子藤梯收手，自己走过去。呸！每次玩命都是我们上，他坐着喝咖啡，最后还要踩我们一脚。严哥，我们就这样一直忍着。大牛，你看看那些杜鹃树，怪了，今年这花怎么枯得这么早？因为山下的果园喷洒了大量杀虫剂，毒素顺着水汽蔓延上来了，这片杜鹃林迟早死绝。野蜂为了活命，早就向更深的绝壁迁徙了。大伯手中那张祖传的采蜜地图已经没用了，他们欠我的血汗钱，今晚也该有了断了。极品，真是极品！现在的野生杜鹃花蜜比金子还贵，这成色，这浓稠度，市场上根本见不到。齐老板，你这批货我出高价，当场结清。哈哈哈哈，好，不愧是我齐建国的儿子，这一趟带队进山，真是给老子长脸。爸，要不是我死死盯着，就凭齐言的闷葫芦，能采到这么好的货。好儿子，算上今天这批极品杜鹃蜜，我们齐家采蜜队今年的总收入正式突破了200万大关。齐言，你这一身泥，赶紧去洗洗，别冲撞了贵客。大伯，今天是大年30，按照规矩，今晚家庭聚会该分红了。您答应我的3期分账，我需要这笔钱和倩倩定亲。催什么催？一家人，大伯还能少了你的吗？就是，也不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一个没人要的孤儿，娶个开杂货店的沈倩，2只穷家雀凑一对，倒是真般配。行了，把工具放回库房去。今晚除夕夜家庭聚会，到时候大伯自然会给你应得的那一份。好，大伯，今晚的年夜饭我一定会准时到。大哥，今年咱们齐家采蜜队能冲破200万大关，全靠耀祖有本事啊！咱们黑岩村就耀祖最有出息了。是吗？耀祖打小就聪明，脑子活。带队下崖其实简单的很，只要把风向看中了，就算是头猪掉在上面，也能把杜鹃蜜割下来。亲爱的，那你答应带我去城里买那套大复式，可不许反悔。老子现在有的是钱，一套房子算什么？趁着吃年夜饭，正好把今年的账结清。大家伙今年都辛苦了，公司纯利润1个亿，我儿子耀营绝对是首功，给公司拉了5000万的投资。看清没有？160万，明天咱们就去城里买房。哎呀，耀祖拿了160万，那咱们齐言呢？齐言今天在收购点不是还嚷嚷着要分红，去跟那个开小杂货的沈倩定亲吗？要是没我们家，早就饿死了。再说采蜜，他也就出把子力气，还想跟我比？也是，他可跟你比不了。大伯，您答应过我，每年收入的30%是我的，
这几年我给您采的极品牙蜜赚了几百万，该给我结一结了。放肆！齐岩，大过年的，当着这么多亲戚的面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几百万，你以为下牙割蜜是过家家呢？没有我高价买来的攀岩装备，没有药祖在崖底给你看风向，你连根毛都割不到，你居然还有脸跟我要30%！哼，这里面是6万块钱，拿去，足够你1整年的血汗钱了。严子啊，大伯这可全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打小没爹没娘，是个孤儿。年轻人手里要是拿多了钱，最容易在城里学坏走歪路。剩下的分红，大伯先替你存着，等你以后跟沈倩成了家生了娃，需要买大件的时候，大伯自然会1分不少的分批给你。你怎么能在大年30跟养大你的长辈算这种账？哈哈，爸，您跟这个白眼狼废什么话？齐岩，你今天在收购点嚷嚷，晚上又在酒桌上闹，不就是想拿这笔钱去给那个开小杂货铺的沈倩送彩礼吗？我呸！真是癞蛤蟆娶媳妇儿。就是啊，齐岩，耀祖在城里买大富士，娶的可是瑶瑶这样穿金戴银的娇小姐。你一个孤儿，拿6万块钱彩礼去娶个村头开破店的，沈倩家怕是做梦都要笑亏了。你居然还嫌少？亲爱的，别跟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泥腿子废话了。6万块够他这种人花好几年了，你说是不是？6万，虽然连我应得的1/10都不到，但是加上我这些年自己攒下的微薄积蓄，足够我去镇上买下最顶级的攀岩绳，还有单干需要的那辆改装越野摩托车了。齐家，我一刻也不想多待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定亲的事情谈得不顺心，别在外面冻着了，快进屋，我给你煮了你最爱吃的姜汤面，热乎着。倩倩，对不起，今年200万的货，大伯最后只给了我6万，剩下的他说替我存着，我今天没能把答应娶你的彩礼拿回来。跟我说什么对不起？你在那悬崖峭壁上拿命跟毒蜂搏斗的时候，他们齐家父子在下面喝茶享福。这样的吸血鬼大伯，这高家采煤队，你就应该离开他们。这是我开杂货铺5年攒下来的全部积蓄，一共8万块。钱我沈倩不图什么彩礼，我只图你这个人。这钱你拿着，去买镇上最好的安全防护绳，去买单干要用的越野摩托车，我们自己干，往后不看任何人的嘴脸。倩倩，你等我，我齐岩要是不用8抬大轿把你圈封过，我就不配当你的男人。14万足够了，明天一早我就进山去探查那几处藏在深山里的新蜂巢。等年后采蜜季一到，我要让齐建国他们知道，没有我齐岩，他们齐家什么都不是。齐建国、齐耀祖，你们以为拿着那张祖传的死屠俗就能高枕无忧？浅山区的杜鹃林早就被新型杀虫剂毁了，等你们拿着废纸进山的时候，我看你们怎么采蜜。动作都给利索点，初6金老板就要来买一批加急的杜鹃蜜，还有，去把齐岩那小子给我叫起来，今天开工祭山，让他把防风膏多配几桶出来。叫谁？严哥昨天在酒桌上就说了，他已经退出了。啊？哼，退出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他齐岩离了我们齐家，连饭都吃不上。严子，昨天大伯在气头上说话是重了点，但大伯呢都是为了你好。行了，既然起来了，就赶紧带大牛他们把工具保养一下。初6进浅山区探风路，一家人没隔夜仇。我昨天说的话不是在开玩笑，从今天起，我正式退出齐家采风队。齐岩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你真以为采蜜队没你就不赚了？饿不饿死，那是我齐岩自己的事儿。没有我爸的祖传寻风地图，你进了百花玄窍就是个瞎子。你想单干，你连一只野蜜蜂都摸不着，你等着喝西北风吧。不劳你们操心。耀祖哥，齐大伯，你们也别在这欺负人。严哥不干了，我和我哥也不伺候了。今年200万的货，要是没有严哥用命挂盐，没有他掉的防风膏，咱们大伙早死在上面了。你们把严哥和我们兄弟当狗使唤，我们不干了。严哥，我们跟你走。好，反了，真是反了。大牛二牛，你们可要想清楚了，出了我齐家的大门，在这黑岩村再也没有第2家采蜜队会收你们。爸，让他们滚！3个没脑子的泥腿子，高科技无人机、攀岩安全绳，我马上都能从城里买回来。等初6一到，咱们按着祖传地图去浅山区采杜鹃蜜，让这3个白眼狼在村口看着我们发大财。那咱们年后就各凭本事。大牛、二牛，
既然你们信得状我其言，想跟着我干，那我今天就给你们交个实底。这14万是咱们采蜜队全部的启动资金，这几年我没闲着，这是我暗中画的改装越野摩托图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大牛，你今天带上4万块钱，去镇上那家二手车行，把那辆报废的高马力越野摩托盘下来，照着这个图换上最耐磨的爬山轮胎和高强度钢件。严哥，你这脑子到底咋长的？这要是改出来，百花玄窍那些烂泥栾石路，咱们一拧油门就能飞过去，比齐耀佐那新摩托还带劲儿。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二牛，你拿2万块钱去县里的特种劳保店，买3条通过国家安全认证的高强度登山防护绳，记着别省钱，要进口卡扣的。大牛、二牛，既然你们信得状我其言，想跟着我干，那我今天就给你们交个实底。严哥，这不是后山绝壁上长的野草吗？大家伙都当杂草收这个干啥？剩下的钱全部用来在镇上秘密收购这种草药。这不是普通的草，我爸妈当年就是为了护住这一株半生奇草，才被蜂群活活蛰死在悬崖上。没有这银星草座引，谁也配不出能瞒过变异黑大蜜蜂的防风膏。浅山区的杜鹃林早就被新型杀虫剂污染了，那里的野蜂今年绝对会暴动。齐建国自以为拿着祖传死地图就能发财，等初6一到，咱们就让他们看看，谁才是百花玄窍真正的挂颜人。风从北边来，带着湿气和杜鹃香。果然，浅山区的野蜂全都迁徙到地势更险的深山区无人绝壁了。齐建国、齐耀祖，初6，你们就带着你们的死地图去浅山区好好享受变异蜂群的怒火吧。这2万块是给你们俩的定金。我们齐家采蜜队在黑岩村是什么名号？你们去打听打听。只要你们按照我这张祖传地图上的点位下崖，浅山区的杜鹃蜜那就是伸手去掏。齐大伯，听村里人说，这2年浅山区的黑蜂越来越凶了，而且你们家那个最能挂盐的齐岩不是刚走吗？没有他的防护药，这活儿……呸！少在老子面前提那个白眼狼！高科技无人机，城里买的防风服和进口登山绳，老子全都备齐了。没有他那点上不得台面的土方子，我们齐家照样赚大钱。就是，3个不识抬举的泥腿子，现在指不定在哪儿喝西北风呢。耀祖，初6一到，咱们把杜鹃蜜一交，你可得立刻带我去城里全款提车。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宝贝儿，放心，初6一到，老子要让全村人看着他们3个穷鬼活活饿死。严哥，这大马力发动机一装，加上这特制的抓地轮胎，百花玄窍那些乱石陡坡，咱们真能当平地飞过去了。这可比齐耀祖天天显摆的那辆名牌摩托扎实多了。大过年的，一干就是一整天，快趁热把包子吃了，歇口气。倩倩，不累，车子今天就能改完。二牛，特种登山绳和银星草收的怎么样了？进口的防脱卡扣绳全在屋里锁着呢。银星草我也按你交代的，在镇上偷偷收了整整3麻袋，村里人都当我是收杂草的傻子，根本没人起疑。大牛、二牛，记着，这批防风膏是咱们安身立命命的根本。黑岩村山下的果园喷了新型农药，浅山区的黑蜂闻到生人味儿，不仅会攻击，还会疯狂拼命。但只要抹上我这改良过的银星草防风膏，别说浅山区的变异黑蜂，就算是深山区最毒的血杜鹃牙蜂，也伤不到咱们一根毛。严哥，那齐建国他们初6要是按地图进山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他们想抢第一帮加急杜鹃蜜发大财，那就让他们去尝尝变异毒蜂漫天暴动的滋味。哟，这不齐岩吗？破烂拼凑出来的杂牌货，叫的挺响啊！怎么着？明天就是大初6采蜜节了，你们3个穷狗不会是打算骑着这辆破烂上山送死吧？耀祖，你看他们那穷酸样，明天连采蜜队的影子都摸不着，估计也只能在崖底下捡点我们不要的废潮生火做饭了。你他妈放！齐岩，你个白眼狼，你给我等着！岩子，山里雾大，大牛哥、二牛，你们都得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我在铺子里等你们。嫂子放心吧，有严哥在，咱们身上抹了防风膏，那些毒蜂见了咱们都得绕着走。出发，进深山区无人绝壁。
哎呀，建国啊，你们家现在设备可太高级了，这飞上去一瞧，哪里有蜂巢不就一清二楚了？这回可要发大财了。那是，现在是科技时代，某些离了我们家就只能等死的白眼狼，估计这时候正满大山瞎撞呢。耀祖，无人机顺着大陆上方的岩壁飞，按照咱们祖传的死地图，前面那只断崖是整个百花悬鞘最稳的杜鹃蜜点位，外面的工人把绳子挂家实了。今天只要把那一窝踩下来，金老板的钱咱们就拿稳了。行，齐老板，既然有祖传地图保底，设备又这么好，我们现在就上。严哥，这地方太邪乎了，两边光秃秃的，连根借力的树藤都没有，地势比浅山区险了不止3倍啊！地势越险，人工农药就越飘不上来。大牛，把药膏仔细抹匀了。浅山区的杜鹃林早就死了，那里的野蜂为了活命，现在全缩在这下面筑巢。大牛，你在崖顶死死控住车身做锚点。二牛，你负责烟熏罐，风油向北，烟往左压。今天是咱们第一次自己行动，都谨慎点，别出差错。靠，这破信号！爸，无人机好像看到岩缝里有东西，很大一坨。那肯定是百年老巢，祖传地图果然没错。外面的，搞快点儿，一锄头砸开，里面全是杜鹃蜜。啊！救命！我的脖子、手全被蛰了！啊！快拉我上去！我的眼睛睁不开了。齐老板，快拉绳子啊！要死人了！啊！妈呀！这什么怪物蜜蜂？救命啊！齐耀祖！啊！哎呦！这畜生毒性怎么这么大？耀祖，别跑了，快过来帮忙拉绳子！爸，拉个屁呀！再不走，咱们俩今天都得交代在这儿。我先走一步，你赶紧跟上。畜生，你个逆子！不行，单凭我一个人根本拉不上来，得回村叫人，叫救护车。齐岩。二牛，绳子收紧2寸，烟不要断，保持现在的风向。严哥，明白了，放心吧，稳着呢。齐建国、齐耀祖，你们做梦也想不到，浅山区的污染，反而逼着这些野蜂把最纯净、最顶级的杜鹃蜜住在了这极寒深山区。快来人啊！出人命了！老张和老李在浅山区断崖被变异的大排风给围了。什么？老张他们被大排风围了？蜂群太大了，我一个人根本拉不动脚架。快组织村里的壮汉带工具去救人。喂，120吗？浅山区高山杜鹃林有采蜜工人遭遇变异毒蜂群围攻，重度休克，快来救命啊！快！老张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呀！我弟弟怎么样了？他们就是去采个蜜，怎么会搞成这样？病人是变异蜂毒引起的重度过敏性休克，喉头已经严重水肿窒息，情况非常危险，必须立刻送进 ICU 插管抢救。你们谁是负责人？赶紧去把账结了，一个人先交5万块钱押金。爸，10万块啊！咱们刚赚的钱还没捂热呢，这一巴掌就全拍进医院了。那我城里的房子，还有我的名牌车，你给老子闭嘴！还在崖顶你丢下我一个人跑，老子还没跟你算账，你还有脸在这心疼钱？十里八乡谁不知道，你们齐家能发财，全靠齐岩拿命在悬崖上挂着。你们齐家心太黑了，把有本事的齐岩气走了，骗我们家男人去给你们当替死鬼。出了事儿，你这个当领队的居然自己骑摩托车跑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兄弟要是有个3长2短，老子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摘了你们齐家的招牌，让你们血债血偿！
看什么看？没谈过出车祸呢？哟，齐大少爷还有力气骂人呢。听说你们为了挣黑心钱，把外雇的工人害得进了急救，现在十里八乡，谁不知道你们齐家黑？连工人的命都不当命，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？赶紧回家！哎呀，怎么搞成这样啊？满身的消毒水味儿。耀祖，我可听说了，你一出手就给医院垫了10万块抢救费。那能怎么办？老张和老李人在 ICU 躺着呢，家属堵着门，不给钱他们就要报警抓我。你垫了10万，后续是不是还要花钱？齐耀祖，你清醒一点。那我们之前看好的城里大复式怎么办？我那条金项链怎么办？那可是我的定亲礼。你把钱都给外人，我们还怎么结婚？够了！结什么婚？老子这条命都差点扔在悬崖上。要不是齐岩那个白眼狼，要不是他，金老板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快，药匣倒茶。茶就不喝了。齐老板，前山区出事，工人住院的消息，我在镇上已经听说了。我省城的大客户后天就要200斤的极品野生杜鹃蜜做药引。虽说现在全村没有一个工人敢接你们齐家的活，但合同你已经签了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后天交不出货，你自己看着办。金老板，这是意外，那些野蜂变异了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在合同里这算不可抗力。不可抗力，齐大少爷，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，因为你们自身防护不当、盲目指挥导致的延期，视为恶意违约。按规定赔偿20倍违约金，总共400万元人民币。400万，金老板，把我们爷俩卖了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啊！后天交不出货，咱们法院见。到时候，不仅你们的蜂蜜厂，连你们这栋齐家老宅都得被法院查封拍卖。我们走。可算回来了。刚才听村里人说浅山区那边抬了2个重伤的去医院，可把我吓坏了。你没伤着吧？放心，大伯他们迷信那张死地图才遭了报应。我们去的是深山区无人绝壁，有我的防风膏，连一根毫毛都没伤着。二牛，扯开芭蕉叶，让大伙瞧瞧。好嘞，嫂子，看货。哇，成了，整整60斤，全是不带一丝杂质的极品货。我的天哪，这品相比齐建国他们以前采的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儿，在镇上至少能卖几万块呀！齐岩一个人没地图没大队，骑着一辆改装车就能去深山采出这种神仙货。再看看齐建国那一家子，真是恶人有天收，活该他们没收成。大家伙都瞧瞧，这就是严哥带我们去深山区无人绝壁采出来的货，整整60斤。这成色清澈的跟碎金子似的，连一丝杂质都没有。齐岩，你这手艺真神了。金老板，您消消气儿，工人已经在医院抢救了。老张老李趁我们故意还那200斤野生杜鹃蜜，您再给我几天时间。再给你几天，十里八村哪个工人还敢给你齐耀宇干活？这味道纯正浓郁，带着极寒深山特有的药清香，这是最顶级的野生杜鹃蜜。让开，都让开！快！暴风雨刚过，水分竟然收得这么干，没有一丝人工污染，胶质浓稠到拉丝不散。这是野生杜鹃蜜中的极品。金老板，您别被这小子骗了，他叫齐岩，是个被我们齐家采煤队赶出去的废物。他手里没有祖传路线，这蜜肯定是他用假货掺出来的。绝品！小兄弟，这才是真正的绝壁好货！我金万海在省城收药30年，头一回见到品相这么完美的。金老板，识货。小兄弟，你开个价，我金万海全包了。金老板，您是不是老眼昏花了？他一个被我们齐家采蜜队赶出去的废物，怎么可能采得到真正的极品深山杜鹃蜜？这蜜肯定是假货！小兄弟，别理这只疯狗，你这60斤的货，开个价，我金万海当场全包了。老板是敞亮人，不过我这蜜是带着兄弟们拿命在深山绝壁上换来的，价格明白，绝不让你吃亏。现在它行情杜鹃蜜4500一斤，你这成色是绝品，我给你凑个整，5000块钱一斤，60斤30万，现金当场结清。我的老天爷啊，30万现钞啊！齐岩这一趟真是发了。小兄弟，这是30万，你点点。钱不忙，我齐岩既然带兄弟们单干了，要的可不止这一锤子买卖。我就喜欢跟有远见、有本事的年轻人打交道。
这是省城药业的独家供货协议，只要你能采到这种成色的深山野生蜜，有多少我今晚喊收多少，咱们当场签长期合作协议。倩倩，昨晚除夕夜大伯给我的那6万块是他欠我的血汗钱，而今天这30万块钱是我齐言自己凭本事带着兄弟们挣回来的第一笔现款。利润我想和大牛、二牛他们6-4分，刨出本钱10万还有20万，应该给他们哥俩8万，你看行吗？都听你的。把钱收好，以后咱家你做主。哇，严哥牛逼！往后看村里谁还敢瞧不起咱们严哥？对自己当老板活得堂堂正正，跟着严哥干有肉吃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安静一点。严子，我相信你，往后我们自己干，绝不看任何人的嘴脸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一个孤儿能拿到金老板的独家合同？那30万现金，那份荣耀，本该是我齐耀祖的。齐耀祖，你个没用的废物！齐家彻底完了，连老宅都要被查封，老娘可不想跟着你背400万的债。咱们定亲的事吹了，分手吧。瑶瑶，你别走啊！齐言，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言子，昨天是大伯糊涂，大伯给你赔罪。可你摸着良心想想，你5、6岁没了爹娘，是谁把你拉扯大的？是我齐建国呀！如果没有我，你早冻死在雪地里了。如今咱们齐家要遭大难了，你体内流着齐家的血，你亲爹在天之灵看着呢，你难道真能拍拍屁股不管，眼睁睁看着大伯去死吗？呸！齐建国，你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。除夕夜发分红，耀祖拿160万，你给严哥6万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是一家人了？大伯，戏演完了吗？直说吧，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言子，大伯知道你孝顺，现在金万海要200斤极品蜜，大伯的右手废了，下不了牙。你听大伯的，把你研制的那套防风草药秘方，还有你在深山区找到的新蜂巢路线，全都让给你耀祖哥，让你哥带着工具进深山采蜜交差。你哥是齐家的顶梁柱，只要齐家保住了，以后大伯绝对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听大伯的话，把秘方交出来。你还要不要脸？严哥拿命试出来的秘方和路线，你空口白牙就要无偿送给齐耀祖那个废物？让给齐耀祖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抚恤金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当年你欺负我只有5、6岁不识字，偷偷卷走了我爸妈拿命换来的抚恤金。你用那笔钱盖了齐家的红砖大院，给齐耀祖买了城里的名牌摩托，而我呢？我从小被你关在没有暖气的柴房里，吃的是你们齐家的剩饭冷羹。稍微长大一点，你就拿我当免费的牲口作践，逼着我1年下牙40次，拿命悬在百米绝壁上，给你赚回了几百万的家产。对，还有我和我弟二牛，这些年我们在齐家采煤队当牛做马，稍有不顺心就被齐耀祖非打即骂，连1分钱的分红都拿不到。齐建国，你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，背地里就是个工人骨髓的吸血鬼。呸！齐建国，你太不是东西了，连亲弟弟弟妹用命换来的抚恤金都克扣，你还是人吗？我呸！亏我们以前还叫你一声齐大老板，作践孤儿，活该你们家这次遭报应，活该老天爷绝了你们的收成。言子，你狠，你给我等着！啊！靠！全都不接电话。现在听说我们齐家出事了，全他妈把老子拉黑了。后天要是交不出蜜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哟，这不沈大老板娘吗？大过年的不在你那破杂货铺里守着，跑镇上晃悠什么呢？躲什么躲？心虚了啊！别以为齐言昨天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抬了60斤蜜卖给金万海，你们俩就能野鸡变凤凰了。老子告诉你，齐言就是个没人要的孤儿白眼狼，你跟着他好不了。齐耀祖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言子是靠自己的本事和命挣来的钱，不像某些人只敢躲在崖底喝咖啡，出了事连亲爹工人的命都不当命。臭娘们，你敢揭老子的底？老子今天不替齐言好好教训教训你，动他一下试试。大牛二牛，你们两个吃里扒外的泥腿子，敢跟老子大呼小叫，老子可是齐家的人。这不是黑岩村那个不可一世的齐大少爷吗？怎么爬泥缸里喝泥汤去了？呸呸！齐耀祖，你给老子听好了，再敢让老子看见你欺负嫂子，下回老子直接把你的牙全部砸飞。我们走。大牛、二牛、沈倩还有齐言，你们3个泥腿子竟敢当街这么作践我！还有3天，等老子摸到你们的新蜜源，老子一定让你们统统死无葬身之地！
哥，严哥真舍得下本钱，这可是专门针对高海拔极寒地带的抗冻绳，听说在零下30度都不会发硬开裂。小点声，严哥说了，咱们进深山区单干的事儿必须烂在肚子里，快装车，别让人瞧见。抗冻攀岩绳，极寒地带，齐岩，你个该死的孤儿！老板，刚才那2个人到底买了什么规格的绳子？把他们的销货单给老子看看。哎呦，齐大少爷，他们买的是瑞典进口的顶级高空防坠卡冻，还有整整300米针对高海拔极寒峭壁的抗冻静态绳。那绳子贵得很，一般人根本用不上。普通的崖壁根本用不着抗冻绳。浅山区现在热得很，他们买这种装备，绝对是要去百花悬峭、地势最险、温度最低的无人深山区。齐岩今天让大牛去买了顶级抗冻攀岩绳，针对极寒高海拔的。爸，咱们家那本祖传的要点呢？你快翻翻，百花悬峭哪里的杜鹃花能在极寒高海拔活下来？找到了，要点里记着呢。百花悬峭最深处，海拔2000米以上的背阴无人绝壁，常年积雪不化，但那里长着大片不受农药污染的极寒野生杜鹃花。浅山区的杜鹃林，全大蜜蜂为了活命，肯定都迁徙了更险的深山区，去不庞大了。齐岩这小子就是靠着这个才踩到那60斤绝品蜜的。难怪他能绕开老子的死地图。200斤蜜，只要我们抢在他前面，把深山区那个庞大蜂群掏了，金万海的400万违约金就能彻底化。齐岩，你想吃独食，做梦！明天一早，老子就算把百花悬峭翻个底朝天，也一定要把你们的新蜜源连根抢过来。真他妈冷！大牛、二牛，你们这2个该死的泥腿子，白天竟敢在镇中当众把我揍进泥坑里，让我沦为全镇的笑柄。违约期只剩最后2天了，后天要是交不出200斤杜鹃蜜，老子就要背400万的债。既然你们不给活路，那就别怪老子心狠手辣了。靠！齐岩这个没人要的杂种，居然真的用破烂拼凑出了这种好车，难怪能去深山区。你们不告诉老子路线，老子就追着你们走。呵呵，挂稳了。齐岩，你明天尽管进山探路，你在前面拿命开荒，老子和你大伯在后面带人抄你的后路。等老子把你的蜜全部抢过来，老子要让你跪在老子面前求饶。成功了！哈哈哈，信号满格！哈哈哈！齐岩，咱们明天绝北见！岩子，今天山里雾大，路又滑，别太拼。不管踩到多少，你和大牛哥、二牛都要平平安安的。放心吧，倩倩，在深山区那帮野蜂伤不到我。等这一趟回来，咱们就商量定亲的事。嫂子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严哥那辆黑群兽摩托，油门一拧，连悬崖都能飞过去。我们哥俩一定把严哥完完整整的带回来。沈倩，放心，崖顶有我守着，出不了差错。爸，动了，那白眼狼的红点动了，强磁定位器挂得死死的，信号满格。他今天带了这么多极寒装备，绝对是去深山区他新发现的杜鹃花蜂群点位。好，太好了，后天就是金万海交货的最后期限，只要咱们父子俩在后面咬住了，摸清他的新路线，抢先一步把那200斤极品杜鹃蜜挖出来，那400万违约金就能彻底化解了。齐岩，大牛、二牛，昨天你们在镇上当街把我揍进泥坑里，让我沦为全镇的笑榜。今天老子不仅要当着你们的面把蜜源抢过来，还要让你们在绝壁上喝西北风。耀祖，油门放轻点，别拉得太近，让那小子听到动静。咱们悄悄尾随，雀巢鸠占，走！严哥，你改的这车简直是神了！这要是以前齐耀祖那破名牌摩托，在这乱石堆里早就颠散架爆胎了。二牛，别吵，让严哥看路，这地方随时会有落石。不对，深山区常年没人敢来，这引擎鹰是名牌高转速发动机。齐耀祖，别说话，仔细听。齐耀祖那辆名牌车的动静，化成灰我都认得。这王八蛋大清早的，居然敢跟踪咱们！齐家都破产，居然还贼心不死，想跟着咱们摸新蜜源。严哥，我跟二牛现在就下去，把他们的腿打折。打折他们的腿，那太便宜他们了。他们齐家不是贪吗？
不是想吃现成的吗？齐建国、齐耀祖，既然你们自己把脖子洗干净送上门来，那这一回老子就给你们找个绝好的地方，让你们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严哥，放我下去！这两个不要脸的狗东西，看我们赚了钱就跟苍蝇一样盯上来，老子今天非砸烂他们的狗头不可！对，严哥，咱们辛辛苦苦买装备探路，他们倒好，揣着个 GPS 就想坐享其成，跟他们拼了！上车。爸，你看，那白眼狼往右边那片荒崖去了 ，GPS 显示他越走越深了，哈哈，他死也想不到老子在车底装了追踪器。好，耀祖，跟上去！那片荒崖常年没人敢去，肯定藏着几百斤的顶级老巢。这一回，咱们齐家不仅能把400万的违约金还清，还能把这小子踩在脚底下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快走！严哥，我的老天爷啊！这地方难不成是黄金做的？这下面得藏着多少极品牙蜜啊！拿稳了，仔细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。啊！变异杀人马蜂，这畜生一次就能让人休克死掉。这里是个杀人坑啊！这里地表有地热，所以这些杀人蜂大冬天也极度活跃。大牛、二牛，把绳子解开，咱们就在这儿演一出好戏。耀祖，你快看啊！那片岩壁全是金黄色的，金黄色啊！那得是积攒了多少年的杜鹃蜂王朝啊！今晚还要的是200斤蜜，这里怕是有上千斤！哈哈哈哈！齐岩，你个该死的孤儿，你在前面拿命开荒找点位，最后还不是便宜了老子？爸，等明天一早他们走了，咱们就带着剩下的装备直接摸上来。这一回，老子不仅要抢光他的财富，还要让他在这黑岩村彻底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。齐建国、齐耀祖，鱼儿咬钩了。明天这百花悬鞘就是你们齐家的葬身之地。那两只狐狸在下面看着呢，儿戏演足了。好嘞，严哥，瞧好吧您呢。齐信国，你不是一辈子最信你的经验和标记吗？那今天我就亲手给你画一个通往地狱的入口。耀祖，快看，那白眼狼打标记了，那是咱们齐家祖上传下来的特级蜂王标。没错了，那片金黄色的悬崖绝对是百年难遇的超级杜鹃花蜜源。哈哈哈哈！爸，我早就说了，齐岩那个杂长在前面拿命给咱们探路打标记，最后全得进咱们齐家的口袋。后天金万海就要来收200斤蜜，等这3个泥腿子走了，咱们就带工具摸上去，把这片黄金壁掏个精光。我要让齐岩连一滴蜜渣都捞不着。严哥，标记打好了，咱们怎么绕过去？齐耀祖那王八蛋手机里肯定有定位。严哥，你这招将计就计，太绝了！齐耀祖他们要是真敢上去一锄头砸开，那成千上万只变异杀人马蜂，怕是能把他们活活撕了。这也是他们自找的。要是他们不贪不跟踪咱们，能落进这个死局。10几年来，他们趴在我身上吸尽了血汗，除心夜更是用6万块钱把我当狗一样打发。他们既然那么喜欢抢我的东西，齐建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齐家到底有没有命吞得下我齐岩送的这份滔天大礼。靠！这破地方怎么没信号了？那白眼狼的定位断了。耀祖，别看手机了，快看那儿，红旗是新刷的红旗。哈哈哈！爸，这就是齐岩昨天打下的核心采蜜标 ，GPS 没骗人。那咱就果然把最顶级的蜜源留在这儿了啊！金黄色，全是金黄色的，这品相比齐岩昨天卖的那60斤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这200斤极品蜜稳了，咱们齐家不用破产了。对，后天就是最后期限，咱们现在就把它全掏光。爸，快把绳子系上，咱们下崖摘桃子。爸，我这肚子突然疼得厉害，跟刀割一样，肯定是昨天在镇上被二牛的泥腿子打断了肋骨，伤到内脏了。不行了，我动不了了。齐耀祖，你少在老子面前装蒜！老子这只右手在浅山区被变异蜂蛰得动都动不了，脖子还肿着。你现在跟老子说你肚子疼下不了牙？爸，你可是30年的老挂岩人，经验比我丰富多了。我可是咱们齐家单传的独苗，万一我出什么意外，谁来给你养老送终？爸，你再想想今晚还那400万的违约金，后天交不出蜜，老宅就要被查封，咱们全家都得去坐牢。你就用左手掉下去，只要一锄头砸开那片金币，几百斤杜鹃蜜到手，咱们就彻底翻盘了。行，你个没用的废物，老子今天就亲自下去拿这笔钱，你给老子在崖底把绳子拽死了。放心吧，爸，我一定死死拽着绳子。你快下去，千万别让齐岩折回来把蜜抢走了。
就快到了。金万海400万违约金，老子只要把这片黄金币掏空，齐家就垮不了。爸，你磨蹭什么呢？我都听见底下有动静了，动作快点，一锄头砸下去，把杜鹃蜜挖上来装袋。后天金万海就要来拿货了，要是被齐岩那个白眼狼发现咱们抄了他的后路，可就麻烦了。快点啊！哈哈哈哈！特级蜂王镖，齐岩你个野种，你做梦也想不到，你拿命探出来的极品杜鹃蜜老巢，最后全都成了老子的。给老子看！啊！救命！这不是蜜，全是杀人蜂！药祖，快拉我上去！啊！我的脚！救命啊！药祖，拉我上去！药祖，拉绳子，快让老子上去，蛰死我了！爸，你顶住啊！这绳子卡死了，小凡根本转不动，蜂群上来了，他们要冲上来了！报应，都是报应啊！如果当年我不克扣严子的抚恤金，如果我不逼走他，齐家何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严子，都是大伯的错！快拉老子上去！我的脸，我的眼睛要被蛰瞎了！救命啊！爸，我拉不动啊！这绳子卡在石缝里了，绞盘锁死了！啊！滚开！滚开！滚开！别救我！药祖，拉绳！拉！不要过来！滚啊！齐耀祖，你别走啊！不关我的事。哥，严哥，你们听见没？对面动静不对劲儿啊，好像是齐耀祖那辆名牌车的动静。我操！哥，严哥，快看对面齐耀祖那个畜生，他疯了！他竟然自己一个人骑摩托车跑了！畜生，真是个畜生啊！亲爹在底下被变异蜂围攻，他为了自己逃命，竟然把他爹扔下了。嘿，活该！真是恶人有天收。严哥，咱们千万别管这自作自磨的一家人，他们齐家以前是怎么作践你的？吃你的绝户，克扣你年的抚恤金，今天他们自己贪心不足，揣着个 GPS 想来抢咱们的蜜源，他们活该。严哥，二牛说的对，齐建国自打把咱们逼走的那天起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他们一家子狼心狗肺，狠毒到了极点，不值得再搭上自己的命去救。听哥一句劝，咱们今天就当个看客，让他们自作自受。大伯一家作恶，那是他们的因果，但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严哥，你疯了！那可是齐建国，他们家当年怎么欺负你的，你忘了？严子，听哥一句劝，悬崖上风这么大，那绳子随时会断。齐家自作自受，那是老天爷开眼给他们的报应，你犯不着为了这种畜生搭上自己的命。大牛、二牛，放手！他们作恶是他们的因果，但我是一个挂盐人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我不能看着一条活生生的命就这么在我眼前坠崖。再说，他罪不至死，这绳我必须下。齐耀祖，你个逆子！老子养了你30年，你竟然抛下我自己逃命！报应，这全是我齐建国的报应啊！大牛，你带上所有的解毒药和备用脚慢走一线中峡谷的栈道，从侧面接应我。二牛，跟紧你哥。严哥，瞧好吧，我和我哥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对在雅典给你把锚点守死了。
大伯，你当年侵占我父母的抚恤金，又压榨我这么多年，这件事我本可以不管。我救你，不是为了你，是我齐言要跟这笔烂账做个了断。我不能变成你。畜生，给我散开！言子，是你，你竟然来救大伯了！别说话，留着你的力气，等上去了再忏悔。大伯，抓紧了！言子，抓紧大伯！给老子过来！严哥，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听得见我说话吗？我没事儿，人捞上来了，在半壁岩台上。大牛，把备用手动绞罗打进地毛桩，把副绳放下来，准备拉人。听见没有？严哥把人救下来了！快，二牛砸地毛，把绞罗架起来，咱们就把严哥稳稳当当接上来。言子，大伯对不起你啊！齐建国，你别急着谢我，我救你不是因为你是我大伯，我救你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有人死在我面前而无动于衷。如果我那么做了，和你还有什么分别？言子，大伯这条命是你给捡回来的。言子，大伯真不知你是去深山区啊！都是齐耀祖那个畜生，是他鬼迷心窍，是他逼着老子下牙的。大伯一时糊涂，大伯贪心，大伯不是言子，你不能不管大伯啊！你摸着良心想想，你5岁那年发高烧，是你大伯我背着你深一脚浅一脚，在大雪里跑了30里山路，才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呀！大伯对你有养育之恩、救命之情。我呸！齐建国，你还有脸提当年？你拿8万块抚恤金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严哥？你给钱我买几万块摩托车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严哥？现在快被蛰死了，想起严哥了？严哥，别理这老狐狸，他这是看你手里的防风神药能克制变异风，看你找到了新蜜源，在这装可怜想继续吸你的血呢。言子，今晚还那400万违约金是要逼死咱们家呀！老宅要是被法院查封了，大伯只能去睡大街了。你现在长本事了，有神药，还摸到了极品杜鹃蜜的点位，大伯求求你，你救救齐家吧！啊，大伯给你磕头了。这罐药能解你身上的变异风毒，保住你的狗命。这就算我齐言还你这些年的养育之恩，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绝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大牛、二牛，上车！好嘞，严哥，咱们走，让他做他的发财梦去吧。言子，大伯错了，齐家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医生，快！人在山上被变异马蜂蛰了，吊在半空吓得够呛。我们在路上给他灌了严格的解药，好歹把命保住了，但人一路上都抽搐的厉害。不好，这是风毒攻心，加上极度惊吓引发的急性脑梗，快送抢救室做 CT， 立刻安排溶沙。你别光顾着你倒是说话呀！今晚海后天就要来收货了，没有你作证，我拿什么交货呀？病人的命虽然保住了，但因为风毒直接刺激了脑神经，再加上在高空受到了极度的精神刺激，他现在是中风偏瘫、半身不遂，以后生活都无法自理，更别提说话和干活了。赶紧把这2万块的手术费续上。半身不遂啊！你这个时候瘫了，那400万的违约金难道要我一个人去背吗？齐耀祖，你个狗胆包天的畜生，你还敢骗老子说是不可抗力？我省城的大客户等着用命救命，你们齐家岛自己交不出200斤杜鹃蜜，竟然去深山老林里搞跟踪装 GPS 去抢齐岩的点位，结果捅了变异马蜂窝，差点把自己作死。金老板，我错了，都是齐岩那个白眼狼设局害我们的，你再宽限几天，我做牛做马也把蜜给你采回来。宽限？
老子的信誉全被你们齐家给毁了。这是正式的法院起诉书，我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，申请恶意欺诈和违约财产保全，20倍违约金400万元人民币，1分都不能少。齐建国，你摊的真是实啊！后天法院就会正式强制执行，查封你们网络宅，我要让你们父子俩沦为黑岩村的叫花子。我们走。齐建国、齐耀祖，这是你们老宅的最后清算单。齐建国无法签字，齐耀祖，你来按手印，按完你们就可以搬出去了。这栋宅子正式收归法院拍卖。不要呀！有什么用啊？按吧，不按咱们今天就得进耗子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黑岩村曾经不可一世的齐大老板，如今连老宅都被封了，落得个无家可归的下场。活该！这就是作践孤儿的现世报，逼走了有钱本事的齐岩，他们爷俩算个屁！下半辈子等着要饭去吧！呸！堂堂齐家大少爷，天天吹嘘自己资产1000万，居然就剩这么点钱，晦气！齐建国现在成了个流口水的摊子，齐耀祖背了400万的债，马上就要去坐牢。老娘长得这么漂亮，才不要陪你们这两个废物去睡大街要饭。去省城的最后一个座上不上？要关门了。上！这破地方，老娘这辈子都不想来了。瑶瑶，瑶瑶，你在哪儿？大冷天的，你跑哪儿去了？钱呢？我齐家最后的4000块钱呢？瑶瑶，瑶瑶，你出来啊！你别跟老子开这种玩笑！你这个臭婊子，你把齐家最后的钱全卷走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骗我！你说过我们要一辈子不分开的。大牛哥，你快来看，这可是加拿大进口的极地防寒服，内置石墨烯自发热层，一件就要上万块，还有这碳纤维的绳带。沈倩，这3套特种装备下来，少说也要7、8万。你这是把开杂货铺这几年攒下来的钱全给砸进去了。钱没了还能再挣，但百花玄窍的孤峰绝壁常年积蓄，能把人的骨头冻裂。去登最险的峰，就必穿最好的装备。只要你们平平安安回来，我这点积蓄算什么？大伯家的烂账已经彻底清算，他们自己作死落得个倾家荡产，中风偏瘫，那是他们的报应。从齐岩身上再也没有半点枷锁。倩倩，等我踏平孤峰，回来娶你。哈哈，真他妈暖和！穿着这身衣服，老子感觉现在能去跟狗熊干一架。沈倩，在家里生好灶火，等我们回来。妍子，大牛哥，二牛，我等你们凯旋。严哥，太爽了！这进口防寒服绝了，外头刮刀子一样的风，我身上居然还在发热。沈倩嫂子这波装备买的太值了。严子，前面就是了，百花玄窍的古风绝壁。红宝石是雪杜鹃，真正的百年杜鹃峰王朝，这里面藏着的极品牙秘，怕是能直接轰动整个省城。齐建国和齐耀祖这两个废物盯着个杀人蜂窝当宝贝，把自个儿整得偏瘫破产。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真正的聚宝盆在这儿等着咱们呢。大牛、二牛，下脚盘！今天老子就要在这万丈孤峰之上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谁才是这百花玄窍唯一的王。哥，风太大了，这地方的海拔少说2300，这风刮的绳子根本吃不住劲儿啊！严子，撑住啊，千万别松手，这上头的坚冰随时会塌方。严子，大牛、二牛，老子没事，别乱了阵脚，把主绳往左放3米。北风在这里被对面的主峰挡了一下，形成了天然的涡流回旋。草木虽然被冻死，但这里的温度比外面高2度，野风筑巢，绝对选在那个避风石线。大牛，放绳，老子要荡过去。哈哈哈，
野生血杜鹃蜂王朝，100年难遇的绝世孤品，齐建国、齐耀祖，你们盯着个烂马蜂窝争得家破人亡，真想让你们看看这百花玄窍真正的通天财富到底落在了谁的手里。齐老弟，我的齐老弟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省城的那位已经催了我几10遍了，货呢？到底采到没有？金老板，我们严哥出手，什么时候空过手？咱们继续说。这是没有杂质，纯度100%的血红结晶，这是只存在于传说里，稀释了100年野生血杜鹃花粉才能孵化出来的血红蜂王蜜啊！我们做到了！快，把箱子给我打开！快！秦老哥，这块血红蜂王蜜，我代表省城的董老400万全包了。400万，400万现款。齐岩这一趟进山，直接赚回了400万啊！哈哈哈哈！齐家父子为了400万违约金，搞得偏瘫破产，老宅被封。咱们严哥下一次牙就挣了400万。百花玄窍，从此以后，我齐岩就是第一人。齐老弟，不，齐总，省城董老听说您今天大喜，特意让老哥把这辆定制版座驾送来当礼金，祝您和弟妹100年好合。秦老板费心了，替我谢谢董老。大牛二牛上车，回黑岩村迎亲。我的妈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奔啊！活该齐岩发财，人家有情有义。你们瞧瞧，沈倩当年不嫌弃他穷，顶着压力护着他，现在齐岩直接拿数百万彩礼和豪车回来娶她。齐家那贪的老头和逃跑的逆子，现在怕是肠子都悔青了。倩倩，当年我一无所有，你拿全部积蓄陪我创业，这400万现金是我的聘礼，从今往后咱们家你说了算。倩倩，嫁给我吧。我愿意。干杯！恭迎咱们黑岩村真正的绝壁之王！绝壁之王，齐总新婚快乐！哭，你个老不死的，天天就知道哭！要不是你当年没本事留住齐岩，要不是你逼着老子去捅马蜂窝，咱们齐家能破产？老子至于连5毛钱的馒头都买不起？来了！绝壁之王齐总的应亲车队来了，400万现金彩礼，齐岩今天太给咱们黑岩村长脸了。岩子，我的好侄儿啊！大伯错了，大伯后悔啊！齐岩，堂哥错了，堂哥错了。